有些品牌靠广告砸出名气，有些品牌靠设计师的光环撑起身价。但史蒂夫·马登的故事更复杂。他从鞋店店员做起，用$1100创办公司，把一双双便宜、时髦、反应极快的女鞋卖成全球品牌。后来又因金融犯罪入狱，从巅峰跌到谷底。这本《鞋匠》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：一个靠直觉和速度颠覆鞋业的人，为什么会被自己的失控拖垮？又凭什么能重新回到牌桌？今天看鞋业，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哪双鞋好看，而是成本还能不能守住。美国关税压力重新推高进口鞋服成本，耐吉、艾迪达、斯凯奇这些品牌都在调整产地、价格和供应链。因为美国市场买到的鞋大多仍然依赖亚洲制造。这时候重看史蒂夫·马登的故事，就不只是看一个设计师如何成名，而是看一个品牌如何在潮流、价格、速度和风险之间求生。马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时装设计师，他更像一个嗅觉极佳的市场动物。他知道年轻女性想要什么，也知道一双鞋不能只漂亮，还必须便宜、够快、够有态度。这正是他改变鞋业的地方，把设计、流行文化、零售反应和大众价格缝在一起，让鞋不再只是配件，而是年轻人表达自己的工具。马登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周围人不一样，他半犹太、半爱尔兰天主教，既不完全属于富裕的犹太郊区，也不完全属于附近那边的工薪阶层。这种局外人感后来变成他的商业优势，因为流行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算出来的，而是在街上、店里、夜店、音乐和年轻人的焦虑里尝出来的。他16岁进入鞋店工作，最早学到的不是设计图，而是零售现场的节奏。一个女人试鞋时怎么转身，照镜子时停留多久，问某个颜色时是不是真的想买，这些细节比任何市场报告都更诚实。后来他在批发公司工作，开始把不同鞋底、鞋面、材质和价格带组合起来，慢慢形成自己的判断。创意不能脱离销售，漂亮不能脱离成本，流行不能脱离购买力。这对今天所有消费品牌都很重要。真正的产品感不是自我表达，而是能把时代情绪翻译成顾客愿意掏钱的东西。史蒂夫·马登品牌真正起飞，靠的不是高端奢侈定位，而是快速捕捉年轻女性正在追逐的风格。他用$1100起家，没有大公司的资源，也没有传统时装屋的光环，只能靠更快的反应、更敢用人的团队和更贴近街头的设计。玛丽莲、玛丽露、厚底凉鞋这些爆款，本质上都抓住了90年代年轻女性想要更大胆、更便宜、更容易搭配的需求。马登的做法很粗糙，但有效。他不是先等完美产品出来，再慢慢投放市场，他是在市场里边卖边修正，让零售回馈直接反推设计。这一点对投资者也有启发。消费品牌的护城河不一定只在专利或广告，而在于组织是否能持续把趋势变成商品，把商品变成现金流。今天鞋业面临关税、库存和消费降级压力，能活下来的品牌不只是最会讲故事的品牌，而是能在成本上升时仍然保持设计速度、供应链弹性和价格吸引力的品牌。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马登没有把自己写成纯粹的天才，他承认自己长期与成瘾、冲动和金钱欲望搏斗。早期那些让他成功的特质，敏感、躁动、敢赌、反应快，也差点把他毁掉。他在事业高峰期卷入金融犯罪，与华尔街坏朋友的关系让他付出沉重代价，最后入狱。这段经历提醒我们，企业家的能力如果没有制度约束，很容易从创新变成失控。对公司来说，创办人的直觉很重要，但合规、财务纪律和治理结构同样重要。尤其是时尚和消费行业，品牌常常依赖个人魅力，但资本市场不会永远容忍混乱。马登入狱后被迫放手，反而让公司证明他不只是创办人的影子。他把权力交给团队，公司继续运转，这是品牌真正成熟的标志。好的企业不能只靠一个人灵感爆发，而要把灵感变成流程，把人才变成系统，把错误变成下一次更稳的判断。马登最后能回来，不是因为市场忘记了他的错，而是因为他承认错误，重新找到自己能贡献的位置。他仍然是产品人，仍然相信鞋子的直觉，
但他不再只是那个想证明所有人都错的年轻狂人。这本书的名字叫鞋匠，很准确。鞋匠不是只画漂亮草图的人，而是把鞋面、鞋底、后跟、支撑和缝线全部接起来的人。马登的人生也是如此，家庭创伤、注意力问题、成瘾、零售经验、爆款、贪婪、牢狱、付出，所有部分都很难看，但缺一块就不是现在的他。对今天的品牌和个人来说，这是最现实的提醒。成功不是只靠天赋，还要靠把自己的缺陷纳入管理。公司如此，投资也如此。看一个品牌，不要只看它最红的产品，也要看它在压力下如何处理库存、成本、合规和组织接班。看一个人，也不要只看他最风光的时刻，而要看他犯错后能不能承担代价，修补系统，重新创造价值。史蒂夫·马登的故事最后不是一个完美创业神话，而是一个残酷但有用的商业真相。真正能留下来的品牌，往往不是从未摔倒的品牌，而是摔倒之后还能把自己重新缝起来的品牌。